嗨，我是电商 Tony 陈。电商情报站这个系列，我会比较深入的分析电商市场，那聊一下我所看到的产业变化，或是未来可能的发展。上一集我们就聊到了全联2025年的野望哦，那我的猜测是，它要报答 Seven 跟街口，来成为台湾 OMO 线上线下整合的冠军。全联线下很强了哦。那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这一集我们来聊台湾目前电商的王者 Momo。Momo 你应该也知道，你也买过嘛？哦，那现阶段台湾电商领域的霸主就是它。那我们一样来讲一下它的成绩。2024年全年度营收为1125.6亿千亿咯，哦，新台币，历年新高，但年增幅仅有3%，只有去年的一半。那去年2023年的年增幅是5.6%。哦，但这样已经很强了哦。那去年的局势这么困难，我说2024哦，你看淘宝，你看 Coupon 双面夹杀哦，它还能成长。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家的成绩哦，来网家 PC Home，2024年年营收375.62亿元，年减9.02%。东森购物2024年年营收57.49亿元，年减1.6%。那就是说大家都在下滑，Momo 还能微幅上涨，这已经很厉害了哦。那为什么 Momo 在去年度的战役还能够小胜呢？我们来看一下它去年做了什么。那以下的时间轴通通都是2024。3月它推出了 Mo 店 Plus 哦，3月推出了 Momo Ads 哦，就他们的 RMN 媒体联播，RMN 就是说某某它已经很大的生态了嘛，很多流量在里面逛，这样自己在里面去做一个智慧型的广告系统哦。9月推出订阅制的 Mo Plus 哦，那11月南区物流中心开幕。这个物流中心哦，它的楼地板面积是24600平，你家才几平？而且仓库是立面呢哦，它可以好几层堆东西，你看这个有多大？这个跟北区的物流中心差不多大，然后它现在正在盖中区物流中心，预计2027完工。所以你要知道 Momo 今年在做什么哦。我们来拆解一下 Momo 今年在做的事情。我们先说物流的部分，来先看这张图。那照顾 Podcast 的听众，我念一下，最上面是北区物流中心，每天可以处理14.4万件包裹。接下来是中部物流中心，2027年完工，每天可以处理25万件包裹。最下面是南区物流中心，每天可以处理16万件包裹。然后各物流中心周围都有一颗颗的星星哦，从台北这样一路走到台中、嘉义、台南、高雄，这个星星就是 Momo 旗下的卫星仓，就比较好卖的那个需求一定有，比方说卫生纸、尿布这东西就可以先放卫星仓，这样出货才快哦，不要什么都从总部出。然后它有数据嘛，它就可以说，哎，反正历年来遇到中秋节、遇到母亲节、遇到情人节，什么东西会跑得动，先放卫星仓这样来去加速那个物流中心。那我数了一下，35个卫星仓哦。这个卫星仓用来出货，就是一些频繁出货的商品哦。那卫星仓直接备货啊，直接就从这里出，就不用全部的包裹通通都要从这个总部大型的物流中心去出。那这件事情其实是他们战略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他们要靠出货的速度来干掉其他的电商通路。再来，我们来讲它的电商布局第一个就是 Mo 店加 Plus 这个 Mo 店加我们讲一下它在干嘛。它就是让个人的小卖家也可以在 Momo 上卖商品啊，这不就拍卖那一套从早期的外拍露天一直到虾皮拍卖那 Mo 店 Plus 这个就个人小卖家可以去了来，这个 Mo 店 Plus 的商店应该是念 Mo 店加比较多Mo 店加的商店直接就建在 Momo 的网站跟 App 里面，就是商品介绍会多一栏这个店家的符号，其他都长一样。你不仔细看的话，你会看不出来。然后他想要吃谁的饼，看这张图我帮你画红框了。虾皮虾皮一键搬家，它的抽趴只抽5到5.5%，这明显就是要吃虾皮的份额。那成绩目前怎么样还看不出来，在年底的年会，他已经公布说进驻了5000个店家这样。OK， 好，那就小卖家那再来是 Momo Ads 就他们的 RMN 媒体联播网。这一招其实是聪明的就是卖自己的广告版位，然后智慧型的不是说广告你买了你就绑死在这边都给这个人，因为他付钱了，而是说智慧型的显示。那
一个版位又可以多卖好几个顾客。比方说晚间的9点到10点的女性用户，她看到的广告，跟同一个广告版位，她在下午3点到4点的时候的男性用，他看到都不一样，谁会买啊？当然就是 Mo 店家的人来出钱来买啊。再来就是9月推出的订阅制 Mo Plus， 某某在推自己的订阅制，年费2399元，就像你去好事多付的那个会员费一样年费2399元，它回馈4%的 Mo 币，那跟各大品牌加码4%的回馈，这个目前成绩还不明朗，只有在9月的时候公布说3周订阅破万人，这样你自己算。刚刚他说多少？他说年费2399呢，破万人呢，那这样的话就已经到2400万了呢。好，那他未来可能会遇到一个危机，就是 Coupon 在2025年的1月，他也推出了自己的订阅服务只要59块然后就可以享有免运跟退货。这个服务当然不会影响什么只是说这个WOW方案WOW 方案就只是酷鹏在试水温而已。酷鹏在韩国的就它的本土它有提供很多付费服务，它连那个线上串流影音都有，还有那个快送就是 Uber Eats、Foodpanda 这种东西它都有所以未来酷鹏也很可能会把它的串流服务都一起绑进来。那我们还是来讨论Momo的2024整体布局。很明显他现在在走的路就跟我们前2集提到的统一跟全联都不一样都不一样。统一跟全联的打法是什么？他们有实体所以他实体来怎样反攻线上，以实体做基础来反攻，反正他线上都干不赢大家嘛但是 Momo 就是纯电商，很纯的电商，它就没有实体虽然 Momo 的订阅制有提供一些合作的实体门市优惠但这比较算是这个锦上添花。我现在看起来，他们还是把重点放在电商这个本体的营运上才会去搞这些电商平台的优化策略，像是 Mo 店家，这个就是为了增加电商的商品数，然后盖物流仓，就是为了强化电商的购物体验，它物流速度超快。那订阅制这当然是为了增加会员的粘着度。另外你要知道，为什么 Momo 就不去布局实体通路？这时候就有人问你不是说电商寒冬将至，大家都会靠这个线上线下整合，从实体来导流量去救线上？那为什么台湾电商之王 Momo 它不这样做，反而是在电商中继续去积极投资好问题我的猜测，Momo 不敢Momo 不愿意因为他们之前有失败的经验，然后那可能很痛，拔了很多关，导致就不会在公司政治里面就不敢再提这个东西，因为他之前不是没做过，他之前跨出来做实体的时候就 GG 了Momo 以前是有自己的百货公司的呢你逛过吗？我以前还有去逛过这个百货在2013的时候就被微风整并了，它的地点就是现在微风南京。然后 Momo 以前也有开街边店就药妆店，很像康士美，然后开药妆店，全盛时期31家门市，2014卖给其他人。Momo 是有百货你说百货规模它有街边店呢都倒了，虽然都是10年前的事所以 Momo 对再开实体店面我未看先猜，这是写在他们公司 DNA 里的，就是会怕就真的是惧怕的。前2次的惨痛教训然后又遇到新冠疫情的时候，靠电商大赚一波，那就会变成说，他们现在即使有心要开实体门市，也很难说服他的股东。股东那以前赔多少钱他说又要开始有没有搞什么大概就是这样。有在大公司上过班，大概就这样就以前失败过的专案，你怎么样拿出来再挑战一次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很难那他们在疫情的时候赚太多，这个成长太高了。所以他们当然就持续在这个电商的赛道上发力最后你要知道 Momo 在2025想要干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揣测一下不负责任的揣测Momo 在2025的时候他想要做什么那我们可以用他们从2月3号的誓师仪式来看出一些端倪你看红框处就好。富邦美表示2025年围绕3大核心战略展开布局，包括拓展 Mo 店家合作生态圈，深化零售媒体网络 RMN， 以及推进绿色物流体系。看起来很难懂这真的是个问题。你要誓师大会，你应该上下一心，你要讲白话，你要让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这个执行上才不会有错误。我们在公司上班就知道，主管讲一个，然后到中阶主管
哦，那传到第一线去，那个都歪掉了啊。结果你是他还讲那种文绉绉，什么叫绿色物流体系？哎，那我纸箱都用绿的，不要哎，不是绿是环保哦，那怎样怎样啊？又来又搞这个哦。那我把它翻译一下哦，你看我这一翻译就会错，这就是我的版本。那在某某第一线员工哦，然后他一大串主管起来，不是很容易歪掉嘛？然后我讲到这个又要再讲一次，回顾我们台湾的一个选战哦。为什么我说沟通要清楚、要直白、要白话文？你不要搞那些高大上的东西。台湾的选战有一次哦，那个韩国瑜啊，选高雄市市长的时候，他的 slogan 是什么？政治人物在选举不是会有那个 slogan 哦？那 slogan 是什么？他的 slogan 是豁出的去，人进的来，高雄发大财，对不对？哦，这个大家都会背哦。然后他就上了 ，OK。同时间啊的陈其迈啊，他也是有竞选 slogan 的哦。结果他的竞选 slogan 哦，我他妈特别去查，他到底在提什么？为什么会输？他提到工业4.0跟高雄发大财，你要选哪个？对，就这样啊！不得不说哦，就是政治人物哦，要煽动选民，然后他也知道他的选民的年纪很大，然后比较没读书或什么，他们就会用很白话的方式，反而收效都是好的。你一个工业4.0智慧工业 AIoT，你们谁听得懂？好，回来哈。那我翻译一下，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讲，他继续强化电商的体质哦，透过 MO 店家来扩展更多商品的数量，实现到你在某某上大概什么都买得到，你去依赖某某就对了。你想到什么东西有缺，你先查某某，这样就对了。不要说你先去虾皮看一看哦，然后你再去那个coupon 看一看，都变成某某是额外的选项，这不行啊。他要去绑那个大家都在某某上过日子就好。哦，那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某某要卖机车了，对不对？哎，你有没有在某某上买过机车？哎，我有。对，我现在机车某某买了，我讲我靠，真的假的？就来买买看。为什么机车不是很麻烦吗？还有一堆配套，什么什么行照，什么什么那东西要用，我就给他下单，然后就来了。然后他也是指定配合一个机车行去完成后续，哎，其实也行啊，哦，就是这样。他就是要让消费者形成印象是某某上什么都有卖的印象，让消费者都留在这边，然后再叫这些店家要买某某的广告版位哦，就是某某站内 ads 哦，你不要小看这个版位的收费，那很惊人啊。以前歪拍的时候，在全盛时期，首页的版位挂一天广告50万、100万在算的哦，反正流量就是钱嘛。那现在的广告技术又比以前更发达，就像我前面讲，他不是说这个家伙有付钱好，所以这3天都挂他的广告，没有那么 low 啊。哦，他有很多其他的版位哦，都可以说根据不同的消费者，因为他有会员资料嘛，哦，显示不同的广告哦，然后来对应不同的商家，比方说。你是卖机车零配件的商家，你就可以选你大概想要投放的人哦，不是说你为了曝光，你只能够去包那个50万、100万的广告哦，所以这个生意是非常的有赚头的。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又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哎呀，现在电商不是血流成河吗？真的还有那么大的市场可以去竞争吗？我们都这样觉得，但是 Momo 的蔡明忠董事长他是很有信心的哦。同时不能忽略一个人物叫林之诚哦。Jamie 哦，那 AppWorks 创投的创办人，那现在是做台哥大的执行长，很夸张的人哦。他当然，这个人家 DNA 就是创业跟网络电商的协议，他去操盘一定会做得很好的。他就让他的台哥大哦，他就让这个富邦美就是某某啊，都获得显著的成长。像我们前面讲到的摩币有没有？这里消费会有摩币哦。摩币是可以去抵你台哥大电话费账单的，你知道吗？哦，对，这个都是啊，就很厉害啦啊，他们已经有资源了，已经有城池了哦，那就可以互相去运作这样。然后蔡明忠董事长在2024年6月的访谈中就有提到，台湾整体电商占零售业的比重目前仅有12%哦，相较于南韩的电商渗透率是30%以上，啊，台湾离人家一半不到。讲到这边又要再讲一个事情哦，就是不是很爱讲说哦没有啊，人家那个电商渗透率高的国家哦啊，他们就是幅员辽阔嘛，像美国嘛啊，你运个货怎么样的都要好几天嘛，所以变成说他们必须依赖线上购物。好，若此为真，则南韩就不适用。为什么？南韩便利商店的密度跟台湾这有的拼了呢啊，结果人家电商渗透率还是高啊，对啊，所以。台湾目前在电商中就确确实实还能够往上成长非常多的，这个是人家这么大集团
做了这么多功课，然后从这个蔡明忠嘴里讲出来的话啊，这个就是真的哦，底下的人骗不过他的啦，你们斗来斗去，流到董事长那边哦，应该这东西是绝对正确的。他说这个产业要靠大家一起努力哦，成长的空间还非常的巨大。哎，你看业界大佬呢，他对电商市场充满信心，所以他要盖物流仓啊，哦，所以他来强化购物体验啊。哦，那我想一想，这的确也是一个思路。酷碰它怎样很猛，很猛没错，但酷碰不可能像某某一样把这个购物的体验做得那么极致，搞到全台各地都物流中心这样。这件事情哦，当某某敢，那他也正在做，那我就乱想啊。假设某某在2025的时候实现了一个事情，叫全台6小时到货啊，是不是就能吃到更多实体市场的份额？就像是当初 PC Home 靠台北市6小时到货杀出一条血路一样。假设 Momo 能够做到全台6小时到货，那个实体门市确实会受到冲击，还能活下来哦，大概就餐厅哦，那百货那种有体验成分的在里面，你真的就要去买个东西哦，五金行要买个东西，那个大家都网络解决就好，然后它又快哦，我明天工地要用的东西，我今天订，明天早上就收到，哎，这样就 OK 了。更合理的选择就是上班的时候 Momo 下单，然后下班的时候包裹就躺在管理员那边哦，我还不用跟人家挤，哎，还不用那边去店买东西，要不然停车嘞哦。哎，6小时这件事情，目前只有台北县市做得到，撑起一个 PC Home 啊。如果 Momo 未来真的搞到全台6小时到货，当然中央山脉啊，哦，里外岛那个可能再说哦。但你看它如果6小时，然后甚至更激进，跑到3小时哦，除了那种体验型的门市，我说像 IKEA。你现在去 IKEA 逛，不是说就是买下东西然后就出来嘛，就那逛嘛，哦，那吃个冰淇淋10块这样，哦，大概就是来获得体验的，获得体验电商就没办法去取代哦。那否则实体门市哦，尤其是以功能取向为主，你毫无体验的哦，那大概都会受到一些冲击。至少对我们臭男生来说是这个样子，而且你不要忘了哦，本来会买 Momo 的客群就很多都是女生，所以这个策略哦还能够扩展男性市场。反正我们这种臭男生嘛，重 CP 值啊，哦，Momo 那么快哦看一看没比较贵，那就跟他买了哦，就这样。果然 Momo 这个电商龙头哦，他看事情的角度跟我们不一样。而且因为他现在就是台湾的电商龙头，你看他的营业额是 PC Home 的近3倍呢，他的确是不需要像其他老二、老三用一些奇怪的技巧来弯道超车哦，他就是把本业做大做强就好哦。他龙头老大，线上就他最强哦。那他只要让这个优势可以一直持续下去，就会吸引很多实体不得不来跟他主动谈合作来配合，那他就不用做实体了哦。那最后我们就来期待一下 Momo 在今年2025是不是能够靠电商的深入布局真的去夺取掉实体市场的份额，然后继续霸占电商龙头的宝座。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我跟你说，这对电商界来说是一件好事情哦，就是我们不用再继续往内户打哦，我们还有辽阔的市场可以进攻。至少某某蔡明忠的态度，他就不说哦，台湾电商渗透率现在10几%，是不是？好，我们就是要吃好吃满这10几%，我们把其他人都搞到没有钱赚哦，只有我们活下来，不是吗？他说有30%的空间，台湾电商市场还要再往上1倍，他看的是外面更大更辽阔的市场啊。讲完了哦。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聊陌陌的2025战略哦。那我先讲了它2024的成绩，全年营收为1125.6亿元哦，成长率3%，是电商中少数有在成长的哦。PC Home 它都掉了快10%，东森也掉1%多。然后我们讨论了陌陌的2024布局哦，它3月出现了某店家哦，小卖家是为了要打虾皮，3月也推出了某某 A 次哦，站内的店家去付广告费的，这个毛利很高哦，这种。真的是广告东西、资讯产品，这毛利超级高。好，那9月又推出了 More Plus 那用来增加会员的粘着度。然后11月南区物流中心开幕，强化这个物流的速度、购物的体验。这一些布局总体来说就是要把他们的电商购物体验再提升一个档次，来实现几乎没有对手而 Momo 没有扩展实体的原因，这我的判断他们在2013、2014的时候，滑铁卢惨遭滑铁卢。他收掉了某某百货跟某某药妆，所以他们现在看到实体会怕。而且你看实体到底有谁活得好？我们大家都不是快死快死这样，都说艰难支撑嘛。而我猜测某某在2025想要做到的事情，就是透过电商的极致消费体验，然后去吃掉实体零售的份额他只要吃掉10%的份额就好了那他们的营收就可以直接翻倍又翻倍。电商渗透率是这样看的
你看它是台湾电商渗透率14%里头的，它也不是拿全部啊，它就1000亿了，对不对？那你电商渗透率再往上1倍，它不就2000亿？很简单的逻辑就是这样子跑。所以去提高电商渗透率这件事情，对Momo来说就是重中之重。那你看那个其他80几%的那个市场在干嘛？那个就是零售业的市场啊，那不是万亿等级的市场吗？讲八卦哦，讲八卦，我个人是支持 Momo 的哦，而且我也希望 Momo 能赢哦，成为台湾的电商之王哦。为什么？哦，因为啊，哦，如果让虾皮，如果让淘宝，如果让 Coupon 赢了，那就代表我们台湾全体电商的从业人，我们都输了。嘿啊，我们输给什么？输给境外的资本。我们要讲政治哦，我是说，电商这种渗透率极强的事情，你看韩国的 Coupon 来，基本上要干嘛干嘛这样，然后打的我们台湾的供应商几乎没有招架还手之力。啊，现在难得有招架还手之力的Momo，还被你说什么？这个为什么东西比较贵？什么？这东西是会很严重的去排挤我们台湾的中小企业的。那个 Coupon 哦，它背后的供应链是在想，你知道中国大陆嘛？哦，淘宝它背后的供应链是在中国大陆嘛？那虾皮它背后供应链是在中国大陆嘛？对啊，那这不是很严重的去排挤我们台湾的厂商吗？然后现在默默看起来他也没有要出什么烂招，就是什么啊没有，你就是要挺台湾，你他妈什么台湾的本土制 MIT 哦，你其他的东西你都怎样的，他没有要出这个招，他就是去把消费的服务体验做好，让你自然而然的哦就去选择 Momo 哦，所以这是很正派、很正规的打法。Momo 要赢啊，不然我们全体电商人我们就输了，输给资本。什么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学那么多东西，我们这些多年的操作经验，是有个屁用哦！就人家只要砸钱哦，砸钱东西敢赔钱卖，那消费者就过去。那只要发生这件事，我们这些电商人，我们价值在哪里？我们就没有价值啦哦。所以Momo 要赢哦，而且要赢得越漂亮越好哦，这才能代表我们台湾电商人哦，台湾电商产业的一个复兴啊！不然的话，现在消费者用脚投票。然后毫无这个就只买便宜其他东西都不考虑这个对中小企业的伤害是大的。然后你说谁叫中小企业卖东西要卖那么贵？不是这样的看，因为它就服务台湾市场，它只能出这些量，那自然就摊销不了那些成本啊。中国大陆，我常常讲一句话叫小众不小哦，就我们在台湾，你敢做一个我乱讲，我之前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产品哦，就 gay 哦。gay 这个族群哦，同志这个族群，他们会买一种东西叫做屁屁敷的面膜，我也不太懂，我是不懂啊。然后那个我也没有什么那个要酸要干嘛你不要慢慢来出征我只是说屁屁敷的面膜，就屁股上的面膜哦。好了，那人家就有需求，不然这个产品会怎么出现？那这个屁屁敷的面膜，台湾厂商来做，它能出几份？它出不了几份啊。然后它生产线就要这样开下去，可是。以 gay 的市场，以中国大陆，你看他们有多少人？对啊，他们的同志数量1000万应该有吧？所以这是我说的小众不小，一家公司在中国，他找到一个利基市场，他就活得很好。可在台湾呢，艰苦挣扎所以台湾现在在做生产型的中小企业，我真心认为很猛很猛。为什么？因为台湾市场真的很小，真的很难做，它还活下来。这就跟以前养蛊，你知道养蛊是什么蝎子、蜈蚣、什么蜘蛛都丢进去，然后他们大乱斗，然后斗完之后活下来的那一个。台湾的环境就长这样，中小企业就长这样。我们台湾现在能够存活下来的生产制造业的中小企业，真的都很厉害，那个都跟股王差不多并没有选择一条比较轻松的路去走所以我们能够吃到那个台湾生产制造，我们就要尽量去帮忙啦不然我们就准备全部都用中国供应链压缩利润、压缩成本、生产制造出来的产品还是回到那就是消费的观念消费者是这样嘛？什么用脚投票哪里便宜我就去哪里。我会说我们电商人在经营看能不能经营的高端一点。如果做生意这么简单，我只要便宜我就会有客人这么简单的话，那商业世界也不需要这么复杂。就是经营出其他的价值嘛，像Momo现在就做得很好，他去绑了什么订阅制，然后去提高了用户的忠诚度。那也不是说反正你已经付我月费了，那我就摆烂了，我怎样
并没有啊，它也是积极的去提高它的消费者的满意度、购物的体验哦。默默要赢，而且要赢得漂亮一点哦，否则我们台湾的电商产业哦，我们全体电商呢，我们就输了。我是这样子看待这件事情了，跟你分享。现在的电商平台之间竞争激烈，除了你熟知的虾皮、PC Home、Momo 以外，外国的电商平台也对台湾虎视眈眈。除了酷鹏、大军来袭，还有旭印、抖音小黄车、全球速卖通、Temu，他们都在偷偷伸出触手，要来抢台湾市场。而对于我们这些品牌商来说，最可怕的是，现在这些巨头在神仙打架，你只要被插到一点哦，非死即伤啊！所以我建议你啊，快点跑啊！再晚一点，你可能都被逼着参加斗价钱的战场，想逃都没有办法逃。只有盖好自己的品牌官网，培养自己的忠实会员，才能够创出高的毛利哦，这才是避免伤亡的最好方法。如果你现在正在找一个实力坚强的电商系统来帮你架设品牌官网，我推荐你 Cyberbiz。我们除了官网仓储跨境 POS 能一次搞定以外，现在还能够发动电子票券啊，或是30分钟机车快速到货，让消费者更难抗拒你的行销活动。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大品牌都喜欢配合我们 Cyberbiz 电商系统的原因。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那你就填写资讯栏的连结。好，那填完资料以后，我的同事会跟你联系，电商相关的问题应该都回答得出来，因为我们经验蛮丰富的。最后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更多电商资讯给你。我是电商通灵城，我们下集影片再见。